穿越到古代，本以为能左拥右抱，飞黄腾达，没想到却被直接送进了禁尸房。这开局未免也太惨了点。他大喊救命，却无人回应，因为他接下来要面临的是古代太监生涯的必经之路净身。当他看到那把寒光闪闪的大刀时，他彻底慌了。毕竟谁也不想这辈子就此告别幸福生活啊！在一番痛苦的挣扎后，他终于倒在了血泊中。就在他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：到宿主遇到危险，激活最强太监系统，立刻帮助宿主成为太监王。救老子呀！没错，他成功激活了最强太监系统。这个系统能让他通过获取关键人物的好感，获得丰厚的奖励，最终成为太监王。晋升成功后，系统奖励他新手礼包、香水制作工序和香水样品，这让原本对太监身份极度排斥的他瞬间看到了希望。他发誓一定要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，只要运用得当，将香水献给皇后、太后，在后宫混得风生水起，根本不是问题。毕竟皇嫂们可还在等着他呢。他好奇地问系统：太监王和普通太监有什么区别？结果得到的回答让他瞬间崩溃，还是太监。不过系统也贴心地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。宿主请放心，他们的记忆已经被修改，醒来后只记得给宿主净过身。那行。几天后，一个老太监看他模样俊俏，身体也好，便想将他安插到长春宫伺候太后。他心生警惕，深知这老东西不会白白给他好处。果然，老太监一番夸赞，说太后是出了名的大美人，伺候好了金银赏赐少不了，甚至还能陪太后沐浴，还威胁他不识好歹。他知道这老太监想坑死他，不过他决定将计就计，等日后起飞，第一个就弄死这老太监。长春宫的侍女顾有容带着他来到太后寝宫。顾姐姐提醒他，太后正在沐浴，什么都不要看，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否则小命不保。他心里嘀咕，这太后也太狠了。刚一进门，他就听到宫女们夸赞太后的美貌，他实在忍不住好奇，偷偷瞄了一眼，结果瞬间被发现。他不禁感叹，这太后是不是装了监控，怎么这么容易就被发现了？太后勃然大怒，要杀了他。顾姐姐斥责他，太后貌美，但从未有人敢偷看，他一个刚来的小太监也敢觊觎凤癖，真是找死。他急中生智，表示自己死了不要紧，重要的是还没将神物献给太后呢。太后不信他，觉得他巧言令色，他便拿出新手礼包中的香水，取名为寸寸愁肠，盈盈粉类，并暗示太后夜夜孤枕难眠。他赌太后也是女人，肯定会心动。太后半信半疑，让他解释此物有何奇效。他声称此物琉璃打造，小巧玲珑，方便携带，喷于身上暗香涌动，无人可抵挡。一喷可持续12个时辰，保证去茅房都芳香扑鼻。宫女们认为他满口胡诌，想乱棍打死他，但他坚信，暂且忍让，等日后翻身。他再次强调真有神物，并表示在皇宫内无法逃窜。太后饶了他一命，让顾有容随他去取神物。他感叹，果然被魏公公坑了，这哪里是什么好差事，瞄一眼就差点丢了小命。不过太后长得确实润，他得想办法多亲近，日后他一定能帮他。他取出香水，顾有容接过后赞叹好香。他突然想到，征服侍女比征服太后容易多了，而且系统奖励同样丰厚。于是他将香水交给顾有容保管，并邀请他试试。顾有容犹豫，毕竟这是献给太后的。他反问，既然忠心太后，难道不该为太后提前试毒吗？顾有容被说服，决定一试。他趁机教他如何涂抹香水，让他脱掉衣服，连某些特殊部位也要涂抹。他表示，只有涂抹均匀，香水才能发挥最大效果，并提醒顾有容不想被太后责怪，就听他的。在顾有容的配合下，他成功的为他涂抹了香水。顾有容对香水的效果赞不绝口，认为太后一定会喜欢。他趁机表示，这香水瓶子一看就是上等琉璃，连圣上都少有，太后肯定没有。顾有容听后更加高兴，催促他一同回去献给太后。回到寝宫，太后询问神物是否带来，顾有容表示已经试过无毒，并赞叹琉璃瓶是上等神物。太后询问使用方法，他机智地让顾有容代为传达，表示自己不敢冲撞太后。太后对他的知趣表示赞赏。顾有容为太后涂抹香水，太后瞬间被香味吸引，宫女们也纷纷夸赞香水的神奇，恨不得躺在太后怀里。太后问他是否还有香水，他表示只有1瓶，但他懂得制作之法，甚至能造出玫瑰香、茉莉香等，只是工艺复杂，需要人手和时间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只要太后不傻，肯定会给他一官半职。太后果然被香水打动，让他留在长春宫做侍监。他连忙谢恩，并表示香水治好后第一时间送来。太后心里感慨他才华横溢，模样帅气，可惜身子不行。魏公公看到他得到赏识，连忙前来巴结，自称小的，给杨旭赔不是。杨旭趁机收受贿赂，享受着被巴结的滋味。顾有容为他安排住所，并表示他得到太后赏识，以后不要忘记他。他感谢顾姐姐的照顾，否则自己恐怕凶多吉少。他突然提出改进按摩手法，顾有容表示想试试。他表示这次可能会有些冒犯，但自己是专业的。
他深知宫里勾心斗角，但他相信只要香水弄好了，一定能混得风生水起。他只走宫女，开始研制新香水，并威胁他们不能让任何人打扰，否则小心脑袋。研制成功后，顾有容和宫女们对他赞不绝口，认为太后肯定会重重有赏。他表示不会忘记顾姐姐，并再次为她涂抹香水。顾有容被他弄得有些着急，让他慢一点。顾有容感慨，他如今是宫里的大红人，很多贵妃都想求香水，连达官显贵也想与他交好。他感谢他对他的好，甚至幻想他如果是男人就好了。系统检测到顾有容好感度达到80，奖励他医药百宝箱。他惊喜不已，觉得自己以后不是成神医了。此时，顾有容提到太后今日没心情试香水，因为太子感染风寒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。他一听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假装关心太子，催促顾有容赶紧带路去帮忙。顾有容不解，太医都没办法，他们去有什么用？他让顾有容相信他，催促他赶紧带路。据说太子是过继的，不是亲生的，却都那么重视。他心想，要是治好了太子，那就是泼天的富贵。皇帝焦急万分，华太医禀报太子病入膏肓，恐坚持不了几天。皇帝大怒，斥责太医们是废物。他趁机提出自己有治疗风寒的神药，请皇上让他斗胆一试。众人对他一个无名小太监大放厥词表示不解和嘲讽。他表明身份是长春宫的侍监，听闻太子感染风寒，手里刚好有神药，特前来献药。他发现皇帝长得比妃子还俊俏，太后则为他担保，询问神药是否可行。他自信满满的表示，服药后不出半个时辰，太子病情就会好转。魏公公等人嗤之以鼻，认为他一个毛头小子怎会有神药。他反驳太医们几十年经验无用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太后最终决定让他一试。魏公公和太医们纷纷阻拦，揭露他世代务农，从未出过医者，是想谋害太子。魏公公心里暗骂，好不容易才让太子感染风寒，怎么出现变数？他本来想借此机会成为净食房大总管，不能让这小子坏了他的好事。他反驳魏公公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并声称家里世代从农，但掌握着香水制造之法。他质问魏公公是否不想让他治好太子，并表示自己偏要执意治疗。他拿性命担保，若太子半个时辰内没有好转，可立刻将他斩首。魏公公嘲讽他一条狗命算什么？太后最终同意他治疗，并警告他若半个时辰后太子病情没有好转，连太后也保不住他。他自信满满的让太监拿杯水来，他拿出医药百宝箱里的药丸给太子服下。魏公公心里暗骂，这小子又想坑他，等会有他好受的。半个时辰后，魏公公迫不及待的要拖走他，斥责他欺君罔上。他反问魏公公为何心急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为何不先查看太子病情？皇帝让华太医查看太子情况，太子竟然醒了，还喊渴。华太医震惊的禀报皇帝，太子风寒已好大半，只需静养即可。皇帝大喜，问他想要什么赏赐。太后也让他尽管说出来。他心里盘算着，这狗东西的后排不会是皇后吧？得牢牢抱住太后的大腿，毕竟他是关键人物，奖励更丰厚。他回答皇帝，此次功劳应归太后。他表示，若非太后慧眼识珠，将他留在长春宫，还让他当了侍监，他如何能进未央宫献药？所以按理说这个功劳该给太后。太后夸他会说话，并同意功劳归自己。皇帝便赐太后东海夜明珠1枚，上等琉璃1座，侍女50，太监50，增设副使。太后则让他担任副使，他谢恩。他心想，这个位置是长春宫太监里的2把手，以后应该没人敢惹他了。太后见他表现极佳，让他晚上伺候沐浴。系统检测到关键人物太后好感度达到70，并提示若达到90，可成为恋人，有特殊奖励。他听到恋人2字，瞬间崩溃，自己一个太监怎么谈恋爱？他趁机将矛头指向魏公公，指出他一直阻拦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魏公公连忙解释，自己只是担心太子安危。他假装为魏公公开脱，表示太后也只是担心，毕竟谁也不知道他这么厉害。太后听后让大家退下。太后好奇神药的来源，她胡编了一个故事，说是10年前老爷爷给的。太后又赐他一个侍女小琴，让他身边有人伺候。太后听说他研制出新香水和新涂抹手法，让他给自己试试。他连忙表示这就去取香水。在沐浴时，太后让他别再考验他了，他担心太监身份暴露。沐浴结束后，太后夸赞他手法不错，浑身舒服极了。他解释，在香水中添加了按摩理疗，可以让肌肤紧致有弹性，延缓衰老，气血通畅。他心里清楚，虽然太后允许他触碰身体，但这建立在他太监的身份上。如果让他知道自己是男人，恐怕会立马被杀。他借口辛苦，告辞离开。太后觉得这个小太监着实有趣，能制作香水和神药。皇帝得知香水在后宫很受欢迎，便派人调查他的来历。调查结果显示，他确实世代务农，因3年入宫，神药和香水都是老爷爷给的。皇帝派人暗中盯着他，千万不要被他发现。皇后斥责太监办事不力，连个小太监都解决不了。太监解释，没想到他有神药，一下子就把太子治好了。皇后猜测他可能是太后暗中培养的家奴，让太监去试探打压他。他还记得他有个侍女，暗示可以用侍女来威胁他。
小琴来到他的住所，他让他坐下，并表示既然跟了他，以后就是自己人了，不用拘束，繁文缛节全部省去。他告诉小琴，以后在外面叫他杨公公，在家里叫老公就行了。小琴疑惑，老公是对老太监的称呼吗？杨公公看着也不老啊。他让他听话就行。小琴叫他老公，并求他赐一滴香水，他大方的给了他1瓶，并表示以后再找他要，他现在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香水。小琴疑惑，听说太后那里每个月也只有10瓶，他怎么会不缺？他解释说这是饥饿营销，吊足胃口才能挣大钱。他表示既然是自己人，又岂能对他吝啬。他提醒小琴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小琴感激的叫他老公。小琴感慨他真好，如果他是男人，他一定嫁给他，即使不是男人也要嫁给他。系统检测到小琴好感度达到90，奖励他。他感叹古代妹子真单纯，1瓶香水就拿下漂亮妹子。在现代，送香水还得被当成舔狗，还是古代上。他问小琴是否知道香水怎么用，小琴摇头。他表示他来教他。第二天，他心情愉悦，问系统昨晚的奖励是什么。系统告知是50年内力和断案如神技能。50年内力可助他迅速提升实力至先天境界，断案如神则让他一切案件线索无所遁形。他感觉自己现在能打死一头牛了。这个世界的武道分为入门、后天、先天和宗师4个境界，宗师级别人物不超过2手之数，所以先天境界已是高手中的高手。他看到几个大太监在进食防坑新人，心想自己也不必对他们客气。他故意让他们等着，然后假装东西掉了，让太监们帮忙捡。太监们一看是他，连忙恭敬地请他坐下。他们巴着他，称他为所有人的榜样，短短几天就成为副使，实在厉害。他得意地表示，以后发达了不会忘记诸位。突然，一个宫女出现，让太监们赶紧排好队，把银子放他面前。他骂杨旭是狗东西，见到他还不站起来迎接，还敢坐在那儿。他嚣张跋扈，根本不把他这个副使放在眼里，甚至出言侮辱。他要他把收的银子全部交出来，额外多献50两，再抽自己10下嘴巴，才考虑饶他一命。太监们纷纷提醒他，这个宫女是皇后的贴身侍女，又是魏公公的姘头，惹不起。之前有小太监挡了他的道，就被他放狗咬死，尸体扔到井里。他们劝他认错，总比丢了命强。众太监都等着看他如何应对这个恶女。他怒吼，老子打的就是魏公公。他反过来威胁宫女，要他跪下磕头100次，掌嘴100下，并大喊我是丑逼100次，否则别想竖着出去。宫女被激怒，放出藏在衣袖里的毒蛇，要他去死。众太监惊呼小心，宫女得意地说他吓傻了吧，这就是得罪他的下场。他毫不畏惧，一脚踩死了毒蛇，并嘲讽宫女是傻狗一条。宫女看到毒蛇被踩死，吓得花容失色。他一巴掌打过去，斥责他不识好歹。宫女嚣张地表示自己是皇后的侍女，他敢打她。他再次一巴掌打他嚣张跋扈，不守宫里的规矩。宫女搬出魏公公，他一巴掌打过去，表示就是想抽他。皇帝得知他实力强悍，有后天实力，天赋极强，不解他怎会甘心当小太监。皇帝决定今晚去试探他，太监们劝皇帝不要以身犯险。皇帝自信表示自己后天境内无敌，若他真有后天境实力，招揽会下用处不小。顾姐姐提醒他，太后好像不太开心，让他小心点。他谢过顾姐姐，来到太后面前。太后质问他可知今日冲撞的是谁？他回答是魏公公的姘头，皇后的侍女，并表示自己代表长春宫的脸面，代表太后的脸面。皇后虽是后宫之主，却是太后的晚辈，他岂能让区区宫女骑在头上？那恶女纵狗行凶，他只能出手教训。太后免了他的罪，让他退下。太后感到天气炎热，出了不少汗，便让来人伺候沐浴。他再次让他来伺候沐浴。他心里嘀咕，太后越来越不把他当外人了，担心太监身份暴露。太后催促他，他无奈答应，心里想着别再考验他了，否则假太监身份能瞒住吗？他回到房间，小晴看到他回来，让他准备冷水，因为他被太后弄了一肚子火，再不灭火就爆炸了。小晴准备好水后，要伺候他沐浴，他拒绝了，表示以前都是一个人，有点不习惯，自己去就行。结果他的麒麟臂太大了，冷水都被烧开了。小晴偷看他洗澡，感慨他身材真好，快要爱死了，如果他是男人多好。他觉得他好像不太喜欢他。他心里清楚小晴胆子大，但现在不能暴露秘密，万一泄露，自己要掉脑袋。他告诫自己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迟早会证明自己。他让小晴去休息，小晴也让他早点休息。他心里想着，要位尽人臣，成为太监王，不能只吊死在太后一棵树上，还得有更大的权力和势力。突然，他警觉到有人来报复他了，但仔细一听，却没有呼吸声。他知道有人潜入，便直接喊话，既然来了就留下吧。对方竟然是一个男人，还夸他屁股挺翘。他反问对方是如何发现他来的，他回答是在对方踩碎瓦片的时候，他耳朵又不聋。对方惊讶，他不是后天境，而是先天境。他反问谁告诉他自己是后天境，对方威胁他快放了他，否则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他最恨别人威胁，询问对方是谁派来的，是不是魏公公。
他闻到对方身上有他制作的香水味，猜测对方是太监，更加确定是魏公公派来的。他表示不说是吧，那他自己搜，等他找到证据，对方和魏公公都得完蛋。对方挣扎，他却一把夹住对方的手。他震惊地发现对方竟然是女的。对方迅速逃离，他感慨对方掉头真快。他分析皇宫戒备森严，以对方实力不足以瞒过高手，肯定有大背景，而且对方体型独特，未必不能认出。皇帝询问探查结果，太监禀报此人并非后天境，而是一位先天高手。皇帝震惊，20岁的先天高手，就算打娘胎里练也不行。太监怀疑皇帝弄错了，皇帝表示自己也很震撼，但事实如此，自己在对方面前不堪一击。太监问是否还要招揽他，皇帝表示当然要招揽，此乃先天高手。招揽麾下便多了一张强横底牌。太监担心此人来路不明，皇帝表示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金钱、权力、美色，天下无一人能逃过。他自信表示只要是朕看上的东西，早晚都是朕的。皇帝决定让孟非那丫头最近不是在查他弟弟的案子吗？便让杨旭前去帮忙。宫女来取香水，他表示这就去拿。他拿出玫瑰香、茉莉香、百合香等，还新研究出一款男士香水，可以献给陛下。宫女告辞后，他看着满满一箱的香水，感慨这是他努力的成果。小琴慌张跑来说皇帝的人找他，他担心东窗事发，假太监身份暴露。但他转念一想，如果真要抓他，就直接捉拿了，不会这么客气。他让小琴带路。长温公公前来与他握手，夸赞他发明的握手礼不错。他表示不是陛下找他，而是有个人想见他。他拜见陛下，却觉得皇帝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原来是前几天刚见过的孟非。公主向他介绍，这就是救了他弟弟的小须子。公主感谢他救了弟弟，并表示以后若有麻烦，可报他的名号。他心想，这大公主能处，以后不就可以在宫里横着走了吗？皇帝询问他对太子落水一案的看法，他内心震惊，皇帝怎么知道他有断案如神的技能在手？他回答，太子才思敏捷，不会因贪玩落水，此事背后定有蹊跷，请求陛下让他暗中调查。皇帝同意，并让孟非一同去调查。他心想，居然还有这等好事，自己一堆泡妞神器在手，万一公主沦陷了怎么办？岂不是又多一条大腿？孟非听说魏公公阻拦他救治弟弟，他证实魏公公确实如此，好像生怕他治好太子。孟非得知魏公公3番5次阻拦，怒不可遏，要砍了他的狗头。他劝孟非不要冲动，魏公公是净室房副总管，背后可能还有人，不如先去现场看看。孟非同意，先留那老狗多活一段时间。他们来到太子落水的地方，孟非指着脚印，说是弟弟落水的痕迹。他仔细查看，发现这不是太子的脚印。孟非震惊，询问他为何说这不是弟弟的脚印。他解释，太子的脚印可能被覆盖了，他们看到的只是伪装。他指出，脚印的形成需要挤压地面，形成凹凸不平的痕迹。孟非有些不明白，他继续解释，这个脚印凸起的地方干湿程度不同，如果是单个脚印，干湿程度应该相近，但这个脚印是双层。他指出这个破绽太致命，很容易被发现。孟非依然不解，他再次强调，这个脚印干湿程度不同，而最近天气阴天，不存在阳光照射不均的情况。孟非惊讶他如何发现如此细微的破绽，甚至怀疑他是否只是个太监。他谦虚表示只是基本操作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。孟非感慨，一群仵作搜查几十遍都发现不了问题，他不到半炷香时间就发现了。他表示这只是刚开始，他还在脚印上发现了其他线索。孟非不信，他解释，棉质鞋底板和木质鞋底板材质不同，这个痕迹是木质鞋底板踩出来的。木质鞋底是下人所穿，只需调查最近制造的鞋子有没有和太子鞋型一模一样的即可。他道歉不小心踩到孟非，孟非表示没关系，夸他真厉害，这么快就找到了有力线索。他表示只需将线索告诉陛下，静静等待结果即可。孟非同意，并问他宫里的香水是否是他研究出来的。他承认，孟非让他以后不必自称奴才，叫他孟非就行。他虽然觉得不妥，但孟非坚持，他便夸孟非自带体香，不需要香水。他表示最近研究出一款新的神物，名叫口红，不比香水差，公主一定会喜欢。孟非想试试口红，他表示口红在他家中。他正要带孟非回去，小琴却慌张跑来，说他被人抓走了。他追问谁干的，小琴说他们在他桌子上留了封信。他看完信，确定是那个狗太监，原本想让他多活一阵，现在他找死，就别怪他了。孟非询问情况，他解释是狗太监威胁他，让他拿香水制作工艺去救人，还威胁他不要告诉太后，否则小晴必死。他决定赶紧去救人，孟非让他别冲动。魏公公得意地嘲讽他，杨旭那个狗东西早就不管他了，现在指不定在哪像狗一样跪舔太后的脚趾头呢。魏公公还对小琴图谋不轨，想要先爽一爽。他的手下也提议大家一起招呼小美女，魏公公同意。小琴绝望地表示，乔大哥会为他报仇。魏公公继续嘲讽杨旭只是太后的一条狗，没有太后他算什么东西。他突然出现在魏公公身后，询问魏公公是否在找他。
魏公公惊恐地问他是谁，如何进来的。他嘲讽魏公公，还是先管管那擀面杖是怎么进去的吧。他现身，魏公公吓得魂飞魄散，大喊来人，询问他是人是鬼。他反问魏公公，不是叫他来的吗？怎么现在又怕了？小晴看到他，激动地扑上去，表示好怕再也见不到他。魏公公求饶，说他不能杀自己。他坚定表示今日必杀魏公公。突然，二皇子出现，阻止他杀魏公公。魏公公向二皇子告状，他质问二皇子是否要与他作对，并表示这老狗他今日必杀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他。二皇子威胁他，如果魏公公死了，他所有的亲人、家人、兄弟，包括侍女都会死得很惨。他嘲讽二皇子只是一条狗，凭什么与他作对？小琴劝他算了，反正自己也没有受伤，他们走吧。他内心挣扎，要不一不做二不休，就跑路。二皇子继续挑衅他，他反驳二皇子算什么东西，在这里大放厥词，皇室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。大公主出现，二皇子瞬间怂了。大公主问他杀魏公公有意见吗？二皇子连忙表示没意见。大公主警告二皇子，如果他骚扰小婿子的家人朋友，他绝不轻饶，如果他们出事，他第一时间算在他头上。他还表示，魏公公因为冲撞了他，被他一刀砍了，他让小婿子跟他走，他谢过公主。二皇子气急败坏，发誓一定要让他们死。他感谢公主殿下今日相助，表示日后有需要尽管开口。大公主表示，就算没有他，他也能脱身，只不过代价可能大一点。他称他为先天高手杨大师，感慨他20岁就先天高手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但他表示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他不过问。他感谢公主谅解，承认有些秘密，但绝无恶意。大公主放心了，询问他是否有为父皇效力的想法。他回答，他本来就是陛下的侍从，何谈为陛下效力。大公主夸他有觉悟，回去就引荐给父皇。大公主突然想起，他还没给他看口红，而且对他的香水涂抹手法也很感兴趣。她有些犹豫，这会不会不太好？欢迎收看，下集更精彩哦。